预测离子化合物的化学式方法。当锂原子失去一粒电子后，形成锂离子，但它的电子并没有消失，而是转移到钒原子上，形成钒离子。已经了解了离子是如何形成的，而离子键的产生是因为带相反电荷的离子，它们之间受静电吸引力所导致。以下是学习离子化合物的命名，根据各离子的电荷推断它们的化学式。以氟化锂为例子。步骤1：将各离子的电荷数写在离子的右上方。步骤2：再用圆圈圈出电荷数，然后将离子的电荷数目交叉互换，放置于各离子的右下方。第3步，得出各自只需要一粒离子，最后将锂和氟的数字一省略。有需要可以简化各离子数目的比例，如图所示，得出的化学式是 LiF。你已经掌握了。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氧化钙。步骤1：写下离子的电荷数。记住电荷数要标记于右上方。步骤2：再用圆圈圈出电荷数，然后将离子的电荷数目交叉互换，放置于右下方。得出的化学式是 CA2O2。各离子的数目是2:2。可以简化为1:1，再将钙和氧的1字省略，因此得出的化学式为 CaO。如果我们仔细思考，以上的解说都符合原子的基本原理，因为离子化合物应该是不带电荷，故此各离子的电荷必须相互抵消。同学如果有纸和笔，尝试一起练习以下例子。氧化铝，我们可以预见为达至氧化铝的电荷平衡，因为铝离子是正3，分别需要2粒铝离子与3粒氧及氧离子，形成离子键，将铝和氧离子合拼在一起，最后得出的化学式是 Al2O3。我们尝试学习如何预测多原子离子组成的离子化合物的化学式。例子：氢氧化镁是包含一粒多原子离子，因为氢氧根离子是多原子离子，首要是必须牢记它们的化学式和电荷量。氢氧根离子是一粒 OH 负离子，镁属于第2族，当它失去2粒电子，形成2粒正电荷的离子，而氢氧根离子则带一粒负电荷，因此每一粒镁离子需要2粒氢氧根离子，因此得出化学式是 MgOH2。注意，括号内的氢氧根离子是代表一整个氢氧根离子，而右下角的数字2是整粒氢氧根离子的数量，而不单只是氢离子的数量。